好，我们今天接着说心经，单说一个苦字。在上期视频，我们把心经这篇经文整体的梳理了一遍，看一下这个经文我们能得到什么。经文自己说呢，从开头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除一切苦厄，在结尾又呼应了一遍，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当我们看到这个苦的时候，看起来经文似乎好像在传递一些它真的能帮我们搞定很多问题，但是尤其是现在社会无法把这个苦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对照起来，会觉得这个苦字它是一种很遥远的、很戏剧的、很宗教的、很和自己无关的东西，甚至它是一种文学上的，它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修饰而已。正是因为这种弱相关性，我们就把这个苦字拆开来看，对应到人们生活中各种经历的时候，能不能把它具体化，从纷繁复杂的事件归结到人的身心状态，这个苦的细节又在哪里？最后除苦是怎么除，这个技术细节又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在讲这个苦之前，我们就先把这个为什么人们会觉得苦好像和自己很远，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现象讲一下吧。我们说它是一种滤镜，我们说它可能是一种误解，但是我们对苦的这种误解，我在开始持续更新静坐的内容的第一个视频里面就讲了，我们其实已经对修行、对佛学、对打坐这一类的、对灵修这一类的事情已经有了自己的滤镜，有了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在那个视频也说了，不重要，我们不用去尝试变更这种观点，或装上自己的另外一种观点。这个滤镜的形成，我们在这里岔开，就是又讲远了，岔开讲一下，也是因为我在前段时间收到了一条留言，它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平时是一个很懒得去订阅的人，但是第一次看到你的视频，我马上就打开了小铃铛，是什么的一个清风还是清流之类的东西，很坦诚，很真实，不是自夸啊，这是别人写的。但是他最后一句是这样子说的，让我这个还没有，好像是说还没有开始就要放弃打坐的这个静坐小白重新燃起了希望。这是一个留言。还有一条留言，一位朋友呢，他就说我看了很多教打坐的，好像是教打坐，我不知道他当时说的是修行还是打坐这个词了，就是说我看到很多教打坐的视频，但是只有看到你的视频的时候，我会想要去尝试。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观念不重要，我们说各种各样的想法或者是误解都是不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自己是具备辨别的能力的，就是有责法之眼，他选择的是依法不依人。这种滤镜的形成，就是因为我们在过往的生活经历里面，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过去很讨厌烧香拜佛，很讨厌那种乌烟瘴气的，好像求神拜佛那一种现象。但是我在过去的经历里面，我把这种现象和佛或者佛学修行画上了等号。当我再次看到修行，当我再次看到佛这些字的时候，我就自动归结到了我在我自己的记忆库里面已经记录到的这种现象，我就把这个名字和我在过去的我的记忆库里面积累的这种我见过的现象，很草率的画上了等号。它其实不是一种草率，是因为我们的心智运作的规律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当我再次看到佛经，当我再次看到修行，看到比如说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种叽里呱啦一串的像符号一样的文字的时候，我就乱码了，我就会觉得那种东西就是烧香拜佛。这种就是现象和一个名字画上了等号。但是我们为什么又说你如果有这种滤镜，有这种误解，在我们看来是不重要的？我们不会说想要再给你装上另外一种观点，不用先给你解释说，哎，其实修行是什么样子的。你永远都只要自己不去实践，不去练习的话，永远不可能体悟到修行是什么意思，不可能知道心经里面说的这个除一切苦是多么的真实不虚，不会有这种真切的现象的对应。明白吗？因为当我们想要去理解
想要去学习某种知识的时候，其实对应的是一串文字，就是各种各样的名字，它无法和我们真切发生的现象画上等号。但是为什么说我们有这种误解又不重要呢？就是当我们见到了和这个名字能够画上等号的现象的时候，它就自动的归位了。这种现象和名字的不对等，就像刚刚那位朋友的留言，他本来是好像心里面是向往本来就喜欢灵修、禅修这一类的东西，但是我自己之前所有我见到的和静坐、打坐相关的内容，我又是完全否定的。其实是说我们否定的是这种现象，我又还没有遇到和这个名字能够对应的现象。但是当我遇到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是有感知的，这个是自己的选择，自己就是会知道，没有什么为什么。我想到自己一段，我不知道跑题了没有，一段经历。我小时候特别讨厌所有草莓味道的东西。我小时候吃到那个什么草莓味的棒棒糖、草莓味的跳跳糖这些东西，草莓味的雪糕，我觉得它和我吃到的草莓好像是两码事情。它没有我吃到那种新鲜草莓的那种口感，但是我不知道它做成那种熟的是什么样子嘛，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喜欢吃草莓，但是呢讨厌草莓味的东西吧。小时候完全不知道要看配料表的这个东西的，只知道这个东西过期了没有，看一下日期。但是直到我自己拿很多的草莓，只放了用甘蔗熬的那个蔗糖，还有柠檬汁做的这个草莓酱，当我自己吃了之后，我才知道，哦，这个才是草莓果酱，就是它所有的酸甜，它的那个草莓的风味，是我就对上号了，我就觉得，哦，这个就是草莓果酱嘛。什么草莓味的果酱？草莓味、哈密瓜味的东西里面可能没有哈密瓜，荔枝味的东西里面不一定有荔枝，这些都是食品在命名的时候的一种小动作。所以我就觉得现实生活里面有很多这种草莓味的果酱和草莓果酱的这种把戏，这个时候就更加需要我们去分辨什么是现象，什么是我们给这种现象对应到的名字。讲远了啊，我们再回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苦。到底肯定不至于说一定要惨兮兮的、惨绝人寰的那种苦才叫苦，众生皆苦这种感慨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视角而发出的？我们就来看一下人苦乐参半的这一生到底什么是苦。我们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意味着这个苦就拉开序幕了，就不得不开始去面对各种生命的限制、生存的困苦。我们从生下来开始，毫不夸张的说，只能完全的依赖他人才能存活。注意，我们这里讲的是我的坐标，不是说啊爸爸妈妈看到我生下来很开心啊，那种是他人的坐标啊。我会在有意无意的在我想起来的时候就这么强调一下吧。我会在我所有的视频里面，哪怕没有训练，哪怕没有松脑练习的这个体验，我们也要开始去建立一个比较清晰的你我他的关系，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我，什么是你，什么是他。很多的麻烦也是因为分不清楚你我他而产生的。我们到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讲一讲什么叫自他分别，什么叫身心训练的时候要分清楚什么是自己，什么是不是自己的部分。回来，完全的依赖他人，依赖这种养育者，爸爸妈妈也好，爷爷奶奶，就是养育者给我们的元首，我们才能从一个弱小的生命存活下来，完全的依赖别人给予的帮助。换一句话说，比较残忍的一点啊，幼年时期就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任何自主权的状态。接着逐渐长大了，我们似乎在自己的身体上看到了时间的流逝，除了长大是变化，还有衰老也是变化。发现自己有了白头发的时候，发现自己眼角添了新的皱纹，发现自己听不懂年轻人的梗了。哪怕我们可以在心理上完全的接受100% 接受我们自己的身体衰老的这个变化，头发白了无所谓了，长皱纹了无所谓了，但是依旧不得不去接受一个就是我们生理机能的下降，
我们从过去一个经历巅峰的状态，逐渐的开始体验到，恢复就是累了一天啊，以前睡一觉完全的恢复，现在可能要3-5天才能恢复，恢复变慢了，生理机能各方面的下降，这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衰老的苦楚。有身体的存在，就会有病痛产生，短暂的、长期的。这几年席卷全球的新冠，当病毒来的时候，体验到生病的难受，病来如山倒，对吧？甚至一些长期的病痛还会直接折磨到、影响到我们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这种病痛的苦，除了身体方面呢，还有心理方面，也就是精神类的疾病的苦。尤其是在现今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在这个全球范围的击鼓传花的游戏里面，没有人能躲得掉啊，都是在这个游戏当中的一环。鼓点的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密集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触发很多精神疾病的产生。所以不只是新冠是全球范围的，心理疾病也是影响全球的。好像心理疾病看着离我们自己很远，现在绝大部分人都是处于一个心理亚健康的状态。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一个心理习惯没有得到正确疏导的人，他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会影响到旁边人的状态的。比如说恐怖事件，比如说战争，精神类的疾病会直接影响到这个人的行为，这个人的选择，而他人的精神疾病正是影响到我们自身的，所以它是一个共同的生存环境，先从我们自己做起。那有身体就会有死亡，这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无论是我们身边的爱人、朋友、亲人，或者说陪伴了我们多年的动物，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苦。刚刚我们提到的呢，就是生老病死，这个是我们自身的，还有当我们自身和周围所建立的联系发生变化的时候，会带来的苦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和亲人、朋友和爱人经历分别的时候，总是会带来一些离别的愁绪。离别的苦也是人类情感当中一大痛苦，这个肯定不是成人限定啊，我们从幼小时期就在经历分别，要去上幼儿园啦，不得不和爸爸妈妈分开啦，和喜欢的朋友一起玩的，和小朋友一起玩，突然就要被大人带回家啦，我们就要分开啦，甚至还有自己喜欢的玩具被人抢了呀，这种和物的这种情感上的连接，分开的时候也会觉得好难以割舍，让我们感觉到悲伤。不是说大人的一系列的分别就格外感人，小朋友、小孩子的就好像，哎呀，他马上就好了，这个小孩子他哭一下就好了，好像就不干自己事情。小孩子的那种分别就是闹着玩的，这是大人的理解啊。小孩子他真的是很伤心，但是这里的唯一的区别不是程度的区别，是个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小孩子之所以他没有那么严重的悲伤，他或者说我现在我的玩具被人抢走了，我现在嗷嗷哭，但是我马上就回头就好了，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身心状态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还是身心比较通畅的，什么事情一下子就过了，这种就是健康的身心循环。而我们长大了之后，各种不良的心理习惯累积，我们经历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不断的回想，不断的自己给它描黑加重。经历的时候悲伤那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如果说要反反复复20年如一日的去悲伤的话，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很严重的心理问题了。所以不是因为大人的这种悲伤离别才让人多么的才是很高级的，或者说是才是那种深重，是因为心里没有小孩子健康，所以才会自己给自己描的，让自己很感动。这里讲的可能很多大人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事实就是如此。这里说的是身心健康问题，小朋友就是身心是一个比较透彻的状态，心理习惯还没有养成那么多不良的。那除了和自己喜欢的事情、喜欢的人事物，还有自己讨厌的、厌恶的，甚至憎恶的人事物。比如说有的人我见到他第一眼，我连他的声音我都讨厌，结果还要和他一起同事共事，简直就是让人心情很不爽、很不愉快，对吧？这种
让我们感觉到排斥的这种无奈的这种讨厌厌恶也是苦。最后这个求不得之苦也是比较常见的，毕竟谁的购物车里面还没有几件想买没有买的东西，对吧？简单来说就是想要的得不到，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我努力的事业遭遇滑铁卢，还有未满的心愿搁浅的梦想，而这些所谓的遗憾和不甘会或深或浅的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们的心里。也有两种情况，一个是随着时间呢，就是随着时间就不知不觉的遗忘了以前觉得遗憾的事情，慢慢就觉得也无所谓了。另外一种是哪怕20年过去了，这段记忆依旧鲜艳，当我再次想起来的时候，就好像如同昨日之事一般。其实在这里已经揭示了除苦的核心，就是遗忘。当然这种遗忘不是失忆啊，简直就是脑袋里面已经被什么完全取掉了摘掉了这样子。我们记得这件事情，但是却没有了这件事情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而这种遗忘就是治疗所有心理疾病的核心。我记得这件事情，但是却没有了对它的反应，身心状态获得改变，就是这个状态，心理的缓冲地带形成了，所有的事情它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当然这个不是人们想的，一想到修行啊，就是变得麻木不仁，变得不苟言笑，这些都是一些误解。但是我们先放在这儿。刚刚我们说的，我们和周围的联系发生变化呢，就是指的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之苦。以上还包括生老病死，我们说的这几个词、这几个概念，它是从人类的所有经历进行了一种概括。那么多的事件，那么多的种类，看似很多很繁杂的这种苦呢，归结下来，归结到我们的身心细节来说的话，其实只有3类苦。第一个就是心理纠缠的苦，第二个是心脏反应模式的苦，第三个是生理需求，吃喝拉撒睡。接着我们再把这3点展开来说。心理纠缠，当我们经历了什么事件，从我们如果说一个没有进行身心训练的人的角度的话，当我们经历了一个什么事件让我感觉到悲伤，或者甚至我是因为那种幸福要溜走了，那种幸福马上就要消失了而产生的一种悲伤也可以，就是只是因为什么事情触发而让我感觉到难受这种苦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种难受呢，反反复复的让它出现在自己的大脑里面，不受控制，就反复出现，反复去想。这个时候，所谓的心理纠缠的苦，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心理过程5大规律，心理过程的前3大规律构成了我们心理纠缠的苦。我们所有的让我们感觉到苦的。所有让我们感觉到不爽的，让我感觉到难受的、焦灼的，就是这种负面的，或者是就是痛苦吧，这种心理它都逃不过这3个规律。一个是重复，所有这些念头总是重复的出现，连续性的，就像播连续剧一样，只要有一个起点，它就像跑火车一样停不下来了。第3个就是惯性，都逃不过这3个规律。可以自己去对照着去观察一下自己的任何一个想法，或者是陷入这些想法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没有训练的朋友，只要开始有这个意识了，就会知道自己，就会发现自己的心理流，自己的心理过程，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信息流都逃不过这3个点。连续重复惯性，那这种心理过程3大规律的纠缠之苦，就是我们的不良心理习惯已经形成了。每次有一个什么事件触发，或者是我自己又甚至主动的去重播这个想法，去让我自己陷入到那种难受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又给这个心理习惯开始描黑加重了一下，就是不断的在加强它这个不良的习惯。反过来，我们说发现规律是可以利用规律的。既然发现了这种自己的心理流、自己心理过程有这种不良的心理纠缠，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规律，让自己离开这种难受。我们讲这个3点苦的时候，其实同时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也就可以在当中寻找到一些
解苦的方案。当我们开始了身心的训练，好的习惯养成，那么自然的好的习惯它也是有惯性的。不要只是觉得说，哎呀，我想一个什么东西我就停不下来了，我无法控制我自己。当你好的习惯养成的时候，哪怕你有很强大的冲击，给你造成了怎么讲，很沉重的影响，也会很快的过去。这个就是规律的作用。接着第二个，心脏反应模式的苦，这个其实就是习气的苦，就是累世种子的喷发，总是会带来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觉。那一切的反应都会围绕这个我而给出反应，而我们的心脏又是极其敏锐的，稍微有一点点不同都会感受到。但是在这里也有一个技术问题啊，不是说对什么都有反应。你见到有的人心动，你见到有的人他就不心动，你见到有的人你听到他声音都讨厌，你听到有的人声音，哎呀好喜欢。这种反应它是一切围绕的这个我而给出的反应，而这个我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真实存在的本身，不是意识，不是这个清醒意识为中心的我，它就像是我们自己过往的经历，或者说累世积累的一套语言模型而已。这种看似有一个我存在，我们在存在感里面有提过，它就像是一个自我虚像，它只是像一层包裹在意识外围的像意识的东西。如果不训练的话，基本上人们是感受不到的。你只有说通过静坐了，身心安静了，静下来了，身体敏锐度上去了，才能开始慢慢接触到什么叫心脏反应模式的苦。不练习的人的话，这个就不展开讲了，不练习，敏锐度没上去，都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苦的。第三个，最后一个，生理需求的苦，吃喝拉撒睡，这个就很好理解啊。我们从侧面讲一些东西吧。有的人会说，我好讨厌洗碗啊，今天要洗碗，明天还要洗碗，好像每一天都有洗不尽的碗。张学友好像也发过这个感慨，就是疫情在家的时候，每天这个碗好像是洗不完的。其实它这种现象啊，就是我们好像每天都要有做不完的饭，每天都要做这些饭，每天都要洗这些碗，每天都要去扫地。这个其实从侧面揭示了轮回的苦。为什么我们睁开眼的时候不是在昨天睁开眼，或者是明天睁开眼？只要我们今天早上醒来睁开眼，就是在今天。我们只是在今天醒着，我们永远都是在今天醒着。我们醒着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能够做主的也就只有在今天。以上我们说的七苦也好，三种苦也好，看着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烦恼，甚至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要注意的是，常见并不代表解决了，只能是说我们已经麻木了，从来没有觉得说这些东西是可以去解决的，而是心经就点出了这一点，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普通的人们会觉得啊，那个就是宗教啦，那个就是哎呀那样，如果把这些东西苦除了，那日子没有意思了。这些都是自己的一些很天真的想法，一些猜测而已。比如说我们平时会因为不想上班，好烦啊，突然晚上就 emo 了，突然就嘤的想哭，突然就怎么的，我们习惯了这种情绪，我们习惯了这种焦虑的出现，不意味着它是常见的，但是不意味着它是健康的，不等于我们已经解决了它。就像我们给抑郁症、给焦虑症命了名字，就哪怕开了药，但是依旧不等于主流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似乎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些小的忧愁吧，甚至已经习惯了这些内容的存在，觉得好像人生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哪怕有这样的状态，还是照样过生活，对吧？但是心经就在这里真实的、真切的告诉我们，能除一切苦，就是这些东西。真实不虚，除的不是别人的苦，不是那种远在天边的，也不是什么别人修的那些佛经，它就是回到我们个人，我们自身完全的关乎于我们自己的身心状态，我们自己身心舒适度的这个技术，是实实在在的身心训练的技术。因为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子，没有人会觉得心经或者是经文里面讲的是真的东西，哪怕我们好像逻辑上会理解，哎呀这些经文是要实践的，但是也不会真的认可它，就是风气就是这样子。我们
可以从静坐开始一点点去做，就会发现就是这样子的。只有我们真的去做了，体验到了这个过程呢，才会知道哦，真的真实不虚。我们在上期讲了心经其实是个人的身心训练，个人的修行方法，它的这个除苦的所有技术细节我们马上就讲，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再插一个角度。其实如果说站在逻辑的视角啊，就一般人们这种喜欢搞对立的角度呢，你要讲苦肯定是要讲乐的，对吧？但是为什么心经讲的是能除一切苦，而不是能得一切乐？他没有这么讲呢？难道他不知道人们那么乐此不疲的追求幸福、追求快乐吗？为什么经文他就不直白一点，就直接告诉我怎么好就好了吗？但是可以换一个角度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憧憬幸福，会那么憧憬有一种好像美好的状态，其实就是因为太苦了，因为太苦了，所以才会想要那么一点点的幸福。而幸福这种东西，一个比较有名的课程叫什么哈佛幸福，我不记得了，就是这种幸福相关的课程吧，要去什么得到幸福。但是呢，你要从身心角度的话，从个人视角来看的话，幸福它也不是什么状态，它只是一种感觉。如果说你要去追求幸福的话，就好像你想要去抓着浮萍，你想要去追一个浮萍的东西。幸福它只是像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甜点，当我们通过正确的身心训练，体验到了这个意识清醒的状态，每天都是清爽自在、踏实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优越状态成了常态的时候，就不会说我想要追求幸福，我喜欢那种幸福的状态。人们在谈论幸福的时候，很多人们会觉得幸福是一个具体的场景，把幸福场景化，把幸福具体化。广告商们、品牌商们可能比我们自己更加擅长于将我们所谓的那种幸福场景化、具体化。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现在要售卖吐司机，过去可能贴个招贴，我这儿卖吐司机，但是慢慢随着广告业啊这种品牌的建立，就开始给人们画饼了。阳光非常好的早上，阳光洒进家里面，直接都洒到你的餐桌上，然后你和你的爱人或者是你们家小朋友，哎呀还有狗狗什么的，是吧？大家都围在一个餐桌上，准备将要吃早饭。这个时候等那个面包就跳起来了，然后它其实卖的这个时候是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他给你这个吐司机的时候，你觉得你买的是一个吐司机吗？不是的，我买的是我对这种美好早晨的向往，这就是我认为的幸福。但是只有当你自己的需求是我真的只是想要一个烤面包的东西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完全无视这些东西了。所以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真实需求上来。你越清楚自己的需求，你就越能自动屏蔽那些对你无用的信息，自动屏蔽那些所谓对你造成干扰的信息，因为你就自动的看不见它们，它跟你的真实需求都没有相关性啊。而这种对幸福、对快乐场景的具体化，其实不见得是广告商们、品牌商们给我们的洗脑，我们自己也会。比如说有的人就会觉得自己童年特别幸福，所有关于那种幸福的回忆永远都是啊，要是回到小时候就好了，就是小时候的那种什么场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视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的，不是因为小时候那种场景多么好，是因为我们小时候身心状态是透彻的，看什么都是很直接，就直接去看，那种其实就是天然的意识清醒的状态。只不过后来慢慢各种心理不良习惯的形成，然后逐渐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自他不分，分不清楚自己心理过程啦，然后就逐渐给自己加上了各种各样的滤镜，就开始习惯带着这些滤镜去生活、去看、去观察所有的东西。不是因为童年多么美好和值得回忆，真把你放到那个场景，你还是没感觉。然后呢，人又会说，哎呀，早就已经物是人非了，不是过去的那种人啦，不是过去的感觉啦，什么都变了。
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该变是变的，肯定是会变的，但是真正应该调整的是我们自己的身心状态。只有我们自己身心回到那种清澈清明，恢复这种清明的时候，就是会清爽踏实自在的开始每一天的生活。这个是可以真实做到的，通过训练。我们在上期视频讲了，心经是具体的个人修行方法，除苦的过程就是修行的过程。怎么除？我们有人说修行生活就是修行，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明悟体悟，甚至开悟了就是修行。但是啊，这里要明白一点，只要我们的心脏习气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我们的心脏反应模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当我们再次经历事件有一些什么经历的时候，逻辑概念啊，你怎么想的，在这个时候毫无作用。我们这里说修行的根本是在于要改变心脏反应模式，要改变心脏的习气反应。这里指的，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让我很焦灼，我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就是好像无从应对。但是我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精神恢复了嘛，就感觉神清气爽，再次那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变，还是昨天那件事情，因为我自己休息好了，我自己身心状态恢复了一些。当我再次看到昨天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了，该做什么做什么嘛。这种就是反应模式，只不过呢，我们通过深度静、深度放松的训练而获得的改变是这个乘以不知道多少倍的。睡一觉起来，我们只是举的一个在大家日常生活中可以能够拿过来理解的一个对照，一个参照。所以我们除苦离这些苦，获得一些解脱的体验，解脱轻松的体验的时候，是以改变我们自己身心状态为落脚点的。当我们经过身体深度静、深度放松的身心训练，这个时候全身放松了，身心融化了，意识逐渐凸显，意识俯视，意识独立，意识自由了。伴随而来的就是各种想法念头自然的减少，同时自然的精神舒缓，我们的心脏反应模式也会自动的淡化。只要我们开始训练，开始有了这个训练的过程，这个淡化是一路伴随而发生的。可能今天明天看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只要用正确的方法，认真持续的训练一段时间，回头再看，就会发现自己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的习气模式改变成安静舒适，反应淡化了，整个人都会精神舒缓，不再纠缠那么紧绷。有了这个过程，才叫解脱束缚，这就是修行的本质。所以如果说知识再多，悟性再好，只要习惯没改变，只要碰到了触碰，只要碰到了一导火线，一切都不会变，还是会回到那种好像自己觉得自己道理都知道，就是做不到。做不到的不叫知道，做到了就是知道了。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就是做不到，你做不到就是不做不到的就不叫知道啊，一定要做到了就知道了。我们就是一直强调这个，所以我们在指导中会很淡化悟性的作用。悟性它的存在它是有的，但是呢，它只是会说影响我们练习的时间长度。悟性好的朋友可能入门就快一点，但是最后能够决定练习方向或者说练习结果的，还是要持续的方法对，而且认真的去练习。我们再来回头看这个苦的话，苦离我们远吗？除苦离我们遥远吗？是吧？心经它是真的是关切到我们个人的身心状态，给了我们具体的视角。不管我们练习最初有多么深的滤镜，有多么的误解，只要开始练习，体验到了这种身心的舒适、畅快、清爽，就会发现除苦是一条身心越来越舒适的不归之路，这就是修行路。好啦，心经的苦我们就先除到这儿。一元松脑静坐的方法在这个频道持续更新，我们的出版物存在感，也就是松脑静坐的入门读物，也在这个频道完整分享了语音版。
订阅频道不会迷路。获取研究合作，获取静坐指导，联系邮箱请写明来意。最后，2024变成了2025年，希望你在新的一年收获身心清爽，少烦恼，多自在。感谢订阅，再见。